这是2021年最新款的 iPad Pro， 不，这是我的11寸的 iPad Pro 2018。在家我会拿它刷剧、浏览网页、看漫画，出门我也会习惯性的带上它，我会拿它刷剧、浏览网页、看漫画。大家好，我是小天，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随着最新的 iPad Pro 的上市，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在思考着，我是该换这台最新的 iPad Pro 2021呢，还是应该继续使用手上已有的这台 iPad？ 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iPad。让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 iPad Pro 2021。它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毋庸置疑，2021的新 iPad Pro 是我们在地球上买得到的最好的平板，没有之一。它轻薄美观，拥有超前的 Mini LED 的显示屏，优秀的苹果生态以及 Apple Pencil。最重要的是，库克帮我们拖来了即使是在 Mac 系列上也才刚刚用上不久的 M1 芯片。我天， M1 芯片有多牛逼，牙膏厂大概是最清楚的了。而库克居然大手一挥，把这枚世界上最优秀、最牛逼的处理器给用在了 iPad Pro 上，这自然而然的让广大消费者们就开始了无穷的幻想，是不是苹果终于要把 iPad 和 Mac 给整合了？是不是我的下一台电脑真的不用是电脑了？当然现实很残酷，2021 WWDC 一开完，小组件升级、多任务处理、快捷备忘录、Swift Playgrounds， 这都是些啥？没有大家期待的 iPad 和 Mac 互通，也没有专业级别的 Final Cut Pro 这类应用的推出，大家都明白了，行吧，我的下一台电脑还是电脑。这不禁让我产生了疑问，苹果对于 iPad 的定位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些年来，苹果一步一步规划，从2年前把 iPad OS 给独立出来，然后慢慢的在广告中暗示消费者iPad Pro 可以代替你的个人笔记本电脑，在今年更是 CEO 亲自上阵，在广告中把 M1 芯片放到了 iPad 里，结果更新的内容就这简直让我想到了漫威的预告片。抱着这样的疑问，我又去翻阅了2010年乔布斯发布初代 iPad 的时候的视频，似乎在那个年代，苹果对于 iPad 的定位截然不同。当年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普及的时候，人们也开始思考了，有没有这样一种设备可以介于二者之间？于是2010年，苹果发布了他们对于这第三种设备的理解 iPad。 And we'd like to show it to you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call it the iPad. 乔布斯在发布会上说了，他们发布这第三种设备不是要代替笔记本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而是要把两者能做但是却做得不够好、不够舒服的地方给做好。也就是说 iPad 必须在某些关键的功能上，或者说处理某些重要的任务时，必须要比前两者做得更出色，它才有存在的意义。那是怎样一些任务呢？乔布斯在发布会上例举的任务包括浏览网页、收发邮件、欣赏和分享照片、观看视频、欣赏音乐、玩游戏和读电子书。这些任务并没有多么生产力，但在这些任务上 iPad 直到11年后的今天，我认为也给我提供了优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体验。在当年，由于这些娱乐项任务的优秀体验，我还是被苹果说服了，购买了 iPad。 看完当年发布会的视频，我就有了一种恍然大悟，但是好像一直都明白的感觉。不知从何时起，苹果似乎也偏离了自己的初心。一方面，完成上面那些任务并不需要一台性能强劲的 iPad， 所以苹果必须找一些别的用途来喂饱这台逐年增强的性能猛兽，从而激发消费者们更新换代的热情。另一方面， iPad 出现之后，其他厂商也开始对平板这个市场虎视眈眈，想要进来分一杯羹。比如微软家的 Surface 打着平板的名号，却同时又背负着生产力的旗帜。于是我们看到苹果为了保住市场占有率，也渐渐让 iPad 和生产力这个词开始挂钩。为了市场，为了利润，这些改变对于苹果这样一个科技巨头来说无可厚非。可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真的需要一台 iPad 来做我们的生产力工具吗？像乔布斯所说，苹果想创造的是在一些功能的体验上优于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设备，而 iPad 在生产力上似乎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iPad 无疑是一块性能强劲的平板，拥有世界上最牛逼的芯片，但是跑得快虽然是好事情，可是跑反了方向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从好几年前，对于 iPad 最大的限制就已经不在它的硬件上，而是软件。
其实今年我也看了很多别的科技视频博主的测评，无论是视频剪辑、照片处理，或者又是文档编辑 ，iPad 都被同为 M1 芯片的 MacBook 吊打。同时 ，iPad 似乎在便携性上也没那么有竞争力。12.9英寸的 iPad Pro 加上键盘1.35公斤，而同为 M1 芯片的 MacBook Air 其实更轻，只有1.29公斤，而且在价格上也比 iPad 加键盘更便宜。所以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完全彻底根本不需要什么 M1 芯片的 iPad Pro。苹果似乎陷入了困局，他们并不知道怎样给这样一块性能强劲、装备精良的平板破局，让它发挥自己的全部实力。于是 Tim Cook 就把这枚世界上最强的芯片放进了 iPad Pro 里，用这件充满想象力的事来号召全世界的科技玩家来解这道难题。所以就让我们期待明年的 WWDC， 看看 iPad 会不会有什么更让人激动人心的进展吧。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我是小天。如果你觉得我的观点有点意思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We'd like you to go get your hands on an iPad because when you feel all this power and this much fun and the internet in your hands, you'll never want to go back.